咱们活了大半辈子，儿女也都成家立业，有的连孙子都抱上了。按理说咱们这些做长辈的总算把肩上的担子给卸下来，该安安心心享几年清福了吧。可是啊，最近我常听许多老姊妹来诉苦，说这日子一天天过着，吃穿是不愁了，可心里头怎么反而越是发慌，越是觉得苦涩呢？特别是看着当年那些成天黏着自己赖在怀里撒娇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了，反而变得客客气气，逢年过节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也是各自低头滑手机，你问一句他答一句，连句掏心窝子的话都不愿意多说。看着他们那越来越生分的背影，你们这心里的落差，是不是就像翻看抽屉底下的那些泛潮的旧信件，从前的满腔热乎劲儿，早就在岁月里模糊成了一团，自己看都看不清了。越想看明白，这心里就越是跟着发酸。咱们总觉得只要凡事多操点心，多给他们打点，或者是逢初一十五，多跑几趟庙里，多点几炷香，多随点功德钱，求神拜佛的，菩萨就能保佑一家子和和顺顺，咱们自己的晚年也能有个依靠。结果呢，这弦就绷得越紧，人就越是疲惫不堪。你付出了全部的心血，越是想抓住点什么确实的依靠，心里头就越是觉得空荡荡的，常常半夜醒来，连个安稳觉都睡不踏实。傻孩子们，这不是你们的错，这是咱们凡夫俗子最容易犯的执念呐。咱们老祖宗留下了无数的好东西，其中有一部极其了不起的《金刚经》，里头就藏着9句揭露宇宙人生天机的真言。几千年来，多少大智慧的人从里头找到了脱离苦海的路。有很多人误会，以为这经文是庙里的法师们念得太深奥，跟咱们这些在厨房灶台前打转的普通人没关系。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今天老婆子我不跟你们咬文嚼字，也不谈那些玄之又玄的理论，咱们就当老朋友闲话家常，好好聊聊这9句老实话。他不是劝你们放下家庭去出家，也不是教你们变成冷冰冰不管事的人，而是要教咱们怎么循着这智慧的光，把扎在咱们心里头最深最痛的那根暗刺给轻轻拔出来。只要心里头这根刺拔了，这后半辈子的路啊，自然就走得清明通透了。咱们老姊妹凑在一起闲话家常，最常叹气的是什么？无非是老了，不中用了。想起年轻的时候，谁不是手脚麻利，把家里家外收拾得妥妥当当。再看看现在，腿脚渐渐不利索了，记性也大不如前，天天都在发愁。要是哪天病倒了，可怎么办呀？诸位乡亲，你们这心里头的愁苦与焦虑，其实全被《金刚经》里的一句话给点破了。佛陀说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们想一想，这事是不是这个理？过去的风光也好，苦难也罢，早就成了抓不住的影子。你偏要一天到晚在心里头翻腾，那不就是拿着过去的旧账本来跟现在的自己讨债吗？至于未来还没发生的事，你天天提心吊胆，愁这愁那，又有什么用呢？今天你开口说一句，我现在挺好，话音刚落，
这现在也就成了过去。所以啊，咱们这颗心要是总挂念在过去和未来上，那就永远是个在苦海里飘荡的孤魂，落不了地。咱们这肉身凡胎，说到底就像是一栋漏水的破房子，年轻的时候这儿补那儿修修，觉得还能稳稳当当的住个180年，可风吹雨打的，哪有不坏的道理？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是因缘和合的必然。你要是死死抱着这栋破房子不肯撒手，天天担惊受怕它漏风漏雨，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这时候就要说到《金刚经》里另一句震撼人心的天机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老婆子，我给你们讲一段古时候的事儿吧。当年佛陀还在世的时候，有一位波斯匿王，这位国王啊，权倾天下，可他最敬爱的祖母过世了。波斯匿王悲痛欲绝，连朝政都不管了，华丽的衣服也不换，形容枯槁地跑去见佛陀。他哭着对佛陀说，要是能让祖母活过来，哪怕拿整个国家去换，他都心甘情愿。傻孩子啊，这世上的生死聚散，哪里是拿权力和财富能换得回来的？佛陀看着悲哀的波斯匿王，慈悲地叹了口气，告诉他，大王啊，世间的一切就像是冬雪融水，见着太阳总是要化没的，这世上哪有永恒不坏的道理呢？凡是靠着各种条件因缘凑在一起的，不管是人，是感情，还是这副身体，全都是有为法。它们就像水面上的泡影，像早晨草叶上的露水，风一吹，太阳一晒就散了。波斯匿王听了这话，才猛然惊醒，是啊，咱们越是执着于留住那些注定要流逝的东西，这心里的苦就越深。不管是昨日的容颜，还是身边的亲人，缘分到了，聚在一起，缘分尽了，自然要走。咱们得学着看透这梦幻泡影的真相，看透无常，不是教你冷酷无情，而是让你在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该走的时候也能挥挥手，痛痛快快地放手。这才是咱们中华文化里头真正清明自在的大智慧。好，这梦幻泡影，聚散随缘的通透大法，咱们算是彻底听明白了。但是老朋友们，咱们这辈子吃过最苦的药，恐怕还不是身上的病痛，而是亲情里的委屈。你们想一想，这是不是这个理？年轻的时候，咱们把一颗心全扑在儿女身上，可孩子们长大了，成熟了，咱们却突然发现他们好像变冷漠了。这心里头啊，真像是生生吞了一口黄连。老婆子，我认识一位陈婆婆，上个周末是她70岁大寿，她从早上5点就开始忙活，做了一大桌子孩子们从小最爱吃的菜。结果呢，儿子媳妇带着孙子是回来了，可饭桌上儿子不停地低头回工作讯息，媳妇也心不在焉，孙子更是匆匆扒了2口饭就跑去玩平板电脑。吃完饭没坐半个钟头，儿子就说公司有急事，一家3口又急匆匆地走了。陈婆婆看着那一桌子几乎没动过的冷菜，心里的委屈就像
打死结的毛线团越缠越紧，他边抹眼泪边叹气，说自己为了这个家操劳了一生，怎么到头来孩子们却连陪着好好吃顿饭的耐心都没有了。傻孩子啊！其实这世间很多做父母的都在夜深人静时暗自盘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孩子长大以后就变得如此冷漠了？其实啊，这不是冷漠，这是孩子们在成熟过程中心理和行为必然发生的转变。他们有了自己的天地，有了要承担的重担，家庭关系的纽带早就变了。可是咱们做父母的还死死攥着从前那根纠缠的绣花线不肯放手。这就是《金刚经》里头佛陀要咱们破除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什么是我相？就是你心里头那个无比巨大的我，那个总觉得我牺牲了，我付出了，我委屈了的执念。什么是人相？就是那个你期盼着能围着你转，随时给你情感回报的儿女。只要你心里一直挂着这个我和人，你越是用力去抓紧，最后反而把彼此都勒得喘不过气来。放下这颗拼命索取情绪价值的心，真像是一场刮骨疗毒，疼是真疼。可一旦你明白孩子的抽离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把你心里这根名唤付出感的毒刺给彻底挑出来了，这身心也就迎来了真正的重生。佛陀在经里还说了一句极其透彻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咱们在这世上演了一辈子的慈母严父，可是乡亲们，这父母的身份说到底不过是老天爷给咱们穿上的一件戏服，缘分凑在一起了，咱们就欢欢喜喜的把这出抚育的戏唱好。现在儿女长大了，咱们这出戏的演法就得换一换，甚至得学会从戏台中心优雅地退到旁边去。你若是把这戏服当成了真正的自己，死死扒着不放，那连原本好好的情分也得被这虚妄的执念给消耗光了。放手吧，各自安好，不再牵挂执着，才是对这段亲情最大的慈悲。可是啊，咱们把心里头那根付出感的刺拔了，这日子确实能轻快不少。可老婆子，我又发现有些老姊妹啊，在家里待得烦闷，或者心里有解不开的结，就开始往道场跑，说是要去修行，要学佛求个清净。这本是件大好事，可是你们看看，有些人是不是越修，这脾气反而越大了？天天在佛堂里念经拜佛，吃着长斋，回到家看到媳妇炒了个肉菜，脸就拉得老长，看着儿子不信佛不拿香，就在一旁数落人家业障重。你们想一想，这事是不是这个理？这哪里是在学佛？这根本是拿老祖宗的智慧当棍子，天天在家里敲打人呐！傻孩子啊，这就是《金刚经》里说的，被形式给困住了。佛陀在经里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世法平等，无有高下。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世间的法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个法门比哪个法门高贵。你吃素念经是你的因缘，媳妇照顾一家老小，在厨房里忙出一身汗，那也是她在修她的福报。你若是仗着自己懂几句佛理，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看不起这看不起那的，
这心就已经生了分别，起了傲慢了。佛法啊，就好比是渡口的旧船，老天爷给咱们这艘船，是为了让咱们渡过心里的苦海，到对岸去。你倒好，过了河不仅不下船，还把这艘沉甸甸的旧船死死扛在自己肩上，甚至还拿船桨去打。那些还在水里扑腾的自家人，这能不累吗？这能不招人烦吗？老婆子，我给你们讲讲咱们中华文化里传下来的一段真事。当年释迦牟尼佛去天界为他的母亲讲经说法，3个月后，佛陀要回到人间了。这可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那些国王、大臣、百姓，还有佛陀的弟子们，全都在路上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争着抢着排在最前面，就为了能亲眼看佛陀一眼，亲口问候一声。甚至有一位修得极好的比丘尼，用神通化作了转轮圣王，硬是挤到了第1位。可就在这个时候，佛陀最得意的弟子之一须菩提，他在哪儿呢？他在半山腰的一个石窟里，正安安静静地缝补自己破了的衣服。他听见外面的喧闹，本来也想放下针线去迎接佛陀，可他转念一想，不对啊，佛陀曾经教导过，真正的佛不是那个有血有肉的身体，而是那清清静静的本来面目。如果我现在急匆匆的跑去凑热闹，看那个肉身，那并不是真正见到了佛法。于是须菩提安安稳稳地坐了下来，闭上眼睛，在心里观想这世间万物皆空的道理。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佛陀回到了人间，看着前面那熙熙攘攘的人群，微微一笑，说今天第一个迎接我，第一个真正见到我的，不是挤在最前面的人，而是在石窟里静坐观空的须菩提诸位乡亲，佛陀在《金刚经》里说的再明白不过了。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你若是以为只要看到金碧辉煌的佛像，只要听到敲木鱼唱梵音的声音，就是见到了佛，那就是走偏了呀。真正的如来在哪儿？不在那儿高高的供桌上，也不在那儿念不完的经文里，它就在你那颗柔和慈悲的心里。咱们的心原本就像是一面干干净净的明镜，只是被世俗的偏见和老旧的傲慢蒙上了灰尘。你天天念经，就该是用这经文去擦亮你心里那面蒙尘的明镜，让你对家人更包容，对这世间的事更温和。如果越修脾气越大，看谁都不顺眼，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把手里的棍子放下吧，用欢喜心去看看家里那些不完美的人，这才是真正在红尘里修行的样子。可是啊，讲到这里，有些老朋友可能就要发愁了。老婆子，照你这么说，这也不让执着，那也得放下。那我干脆什么都不管了呗，饭也不做了，孙子也不带了，天天就坐在那儿发呆，这日子还过不过了？你们要是真这么想，那可就全弄拧了。你要是什么都不管不顾，心如死灰，那就是一棵烂了根的枯树，哪里还有半点活泼泼的生机呢？那不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那是逃避。
金刚经》里有一句极其关键的话，可以说是一眼看穿了咱们的毛病。佛陀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怎么解？无所住就是让你这颗心别像强力胶一样死死粘在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上。生其心呢，就是你该做什么还是欢欢喜喜的去做，生出慈悲心，生出欢喜心。咱们在这世上就好比是守着一间客栈的过客，这世间的缘分，不管是儿女钱财还是名声，都是路过咱们这间客栈的客人。客人来了，咱们客客气气的倒茶做饭，尽心尽力的招待，这就是生其心。客人要走了，或者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咱们微笑着挥挥手，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绝不坐在门槛上哭天抢地，非要死死拽着人家的衣角不让走。这就是无所住。饭你照样做，家你照样理，但你的心不沾在那个我做了这么多，你们必须回报我的念头上。佛陀又怕咱们执着于某一种死板的做法，于是他在经里又点破了一句无有定法，名阿婆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是定法？就是死规矩。修行哪有什么死规矩？非得盘着腿坐在蒲团上才叫修行吗？不是的。你今天把家里扫得一尘不染，让老伴儿和孩子们看着舒心，你今天咽下一句要骂出口的怨言，给了晚辈一个温和的笑脸，这就是最了不起的法。随缘尽分，在日常的起居作息里头透出一股清明，这才是无上的大智慧。佛法是最活泼的，它不是教你变成一潭死水，甚至佛陀怕咱们连这放下的道理也死死抱住，特别提醒咱们，哪怕懂了这不执着的道理，也别天天挂在嘴边，到处去教训别人，连这智慧本身也不要去贪恋。咱们就在这红尘俗世里经历春夏秋冬的酸甜苦辣，但心里头始终透亮。缘分来了，咱们欢喜地接住；缘分尽了，咱们拍拍手上的灰尘，转身继续往前走。提起和放下，全在一念之间，都不妨碍咱们今天笑呵呵地吃完一碗热腾腾的汤面，这才是真正的得大自在呀。但是老朋友们，道理咱们都听明白了，可真要落到柴米油盐的日子里，该怎么练这颗心呢？老婆子，我给你们透个底，修行绝不是让你一竿子跳到天上当圣人，而是教咱们一点一点地打扫心里的灰尘。你们若是觉得心里头乱，不知从哪儿下手，不妨跟着老婆子我，在平常日子里试着实实在在地走这3步。这第一步啊，叫认清心里的旧习气。你们想一想，这事是不是这个理？咱们活了大半辈子，那些爱操心爱抱怨，总觉得委屈的脾气，早就成了灶台上积了10几年的顽固油污。每次儿女做点什么不合你心意的事，或者老伴又说了句不中听的话，你这心里的无明火噌一下就冒出来了。这时候千万别顺着脾气去开口教训人，你要在心里头喊一声停，就静静地看着自己这股子邪火。你只要能清清楚楚地觉察到，哎呀，我又再起怨恨心了，不去压抑它，也不去助长它，这层厚厚的因果油污就开始一点点松动了。这第2步呢，叫松开手里的拔河绳。
咱们做长辈的跟晚辈之间，往往就像是在死命扯着一根拔河的绳子，你越是想用力把他们拉回你设定好的轨道上，按你的规矩来生活，对面就扯得越紧，最后两边都勒得血肉模糊。傻孩子们，儿女有他们自己要背的业力牵引，也有他们该受的苦和该享的福，你要学着松开手里这根拔河的绳子。下次若是看着晚辈教育孩子的方法不对你的胃口，或者逢年过节他们又急着走，你深吸一口气，把到了嘴边的唠叨咽下去，把这股子向外求的劲儿收回来，去阳台上浇浇花，或者给自己泡杯热茶。你这头一松手，对面那个紧绷的劲儿也就散了，家里的气场自然就柔和了。这第三步也是最要紧的一步，就是安住此刻心。咱们老祖宗常讲春种秋收，顺应时节，这其实就是最大的自在。可是咱们现在的人啊，吃饭的时候心里愁着明天的烂账，睡觉的时候脑子里还在翻20-30年前的旧恩怨，这怎么能不苦呢？从今天起，咱们试着只专注眼前的这一刻，切菜的时候就安安心心听着菜刀，碰到案板的声音，拖地的时候就看着水渍一点点变干。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能实实在在地抓住的就只有切菜、拖地、喝茶的当下这一个瞬间。只要你能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在这个瞬间里，不去攀援，那些虚妄的烦恼自然就找不到缝隙钻进你的心里来了。就这么简单朴素的三步，不求神通，不求外力，就是老老实实在自己这颗心里下功夫。只要你把那9句真言揉碎了，融进这日常的起心动念里，每天这么练一练，老婆子我敢说不出3个月，你脸上的眉头就舒展了，家里的欢笑声也就多起来了。好了，老朋友们，咱们今天这番知心话聊得也够久了。这大半辈子走过来，咱们经历了那么多家庭里的聚散离合，尝遍了这红尘里的酸甜苦辣。咱们做长辈的总想把方方面面都安排妥当，可是说到底，咱们在这世间就像是一列火车上到站下车的旅人，不管这一路上你跟哪位亲人同坐，也不管你在这车厢里占了多大的位置，到了那个名叫无常的终点站，谁都得两手空空，赤条条的往下走。咱们手里攥得再紧，什么也带不走，心里头怨得再深，到头来也是随风飘散。老祖宗留下《金刚经》里这9句揭露天机的真言，绝对不是教咱们绝情绝爱变成六亲不认的木头人，他是教咱们怎么在这儿乱糟糟的世俗日子里，在这不断变换的亲情流转中，修出一颗清清凉凉的心。不管家里头遇上什么解不开的恩怨疙瘩，或者是面对这身体一天天老去的无奈，只要你把这几句话在心里头过一遍，把那死死粘在上面的一分执着给轻轻拨下来，这日子的难关自然就跨过去了。傻孩子们，人生100年，最后拼的不是谁攒的钱多，也不是谁能在家里说了算，而是谁走到最后心里头没有挂碍，活得通透自在。
今天老婆子我在这里陪着大家把这心里的无明烦恼刮了一遍，咱们不妨就在这儿结一个干干净净的善缘。你们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敲上这2句善言里的任意一句。第一句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愿全家清净自在。第二句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愿放手皆是欢喜。当咱们成千上万的老姊妹都在这儿留下不贪不求的善念时，这股子清净欢喜的气机就会水乳交融，汇聚成一片不可思议的大福田。这股慈悲平和的福报啊，最终都会像春风化雨一样回向到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孙身上，化解掉家里的戾气，保佑咱们这一大家子岁岁平安，日日通透。好啦，今天就说到这儿吧。诸位乡亲，把心里的包袱卸下来，回去安安稳稳地给家人做顿热乎饭吧。